大自如相依。明良唱的真好听，可是累了，我替你赶会儿。你还会赶车？我们北地幽州人，不但会赶车，我还会骑马呢。好，好，那你来，你来。哎，慢点啊！看上去心情不错，一点都不留恋长安吗？将来会不会怪我叫你做不成这幕后宰相？权力谁不喜欢啊？可惜严君谢太不谨慎，招惹了卢凌风和苏无名这两个人，可太不好对付了。时日一长，我在背后操纵水机，怕也是要被查出来，那我可就亏大了。与其心怀忐忑，冒着风险，等待那不一定能成功的未来，当然不如携家人重返故乡，当个快乐的大富商啊！只是在今日，商人呐，确实被人从骨子里不屑。但我想，总有一天会被世人仰望。昨夜，你说你要告诉我你以前的身份，想听吗？想听啊，期待至极。听说过江湖第一刺客烽火燎城的名号吗？就是你。我本商人出身，却好刀喜剑，于是拜师学艺12年而功成。当时江湖上最大的刺客组织是血滴，我加入不到3年，便名扬天下。原来你真的是烽火燎城，我从小就听说过这个名字。哦，这10年间呢，死在我剑下的人不可数，但毕竟杀戮太重，我也厌烦了，便带着重金归隐故园。回到岭南后，发现家族败落，于是接下生意，5年便东山再起，富甲一方。但当个商人呢，非我之志也。我最渴望的是考取功名。我读书甚好，能过目不忘，但却在商级而科考资格审查甚严，不可能蒙混过关。所以，我别出心裁的想出了一个计划，开始培养水机。主人，您的意思是让我替您考取功名？你虽是我的仆人，但既不是奴籍，更不是商人之后，所以从今日开始，你只管读书，一切听从我的安排。主人，您信得过我水晶？我暗中观察你，并非一日了，要心无杂念的读书，争取3年。考中进士，但你不能再叫水姬了，以后你就姓严吧。我再帮你想个名字，严君谢。这水姬啊，还真是个读书的料，一个放牛的，3年高中。这说明南方人，特别是我们岭南人，不比中原人差，绝对不是没有读书的天分呐。怎么没帮我多洗点薄荷叶呢？废物！这岭南遥遥，要走多久才能回到故园啊？你我相伴，何愁前路迢迢啊？可这一路上，并非你我二人，岂不扫兴？莫非明郎在岭南独缺这一个做过官的水姬？不缺，家奴有的是，没把他留在长安，是怕人发现他的尸体。你我走得不逍遥啊。那现在，
停一下。就把它留在这儿吧。明兰可是口渴了？是啊，要是嘴里能嚼点薄荷叶就好了。我刚才看到那边有野薄荷，我去给你摘过来。啊？明兰，你看，我给你采来了。这是在哪儿摘的？我怎么没看见薄荷？要不说我眼睛好呢，第一眼就看上你了。难怪当年水姬被你迷得神魂颠倒啊！你呀，真是天生尤物啊！人生如梦，说的就是我此刻的感受啊！先干正事儿。哎，他好像还有话要说。主人，你放了我，我跟你回岭南，继续做你的家奴。主人，美人，你说呢？你们主仆二人之间的事情，我不便插嘴的。红药，你替我求求情啊！红药，我走到今天这一步，也都是为了你啊！红药，真是痴心妄想。他与你只是逢场作戏。7年前，他第一眼看上的就是我。这怎么可能？那个时候我是主，你是仆，他怎么可能会？严君羡，刚才明兰还在夸你会读书，现竟蠢到如此地步。我若是明兰，定把你活埋了。没错，不埋他，我会费力挖这么大的坑。主人不要埋我！主人不要埋我！主人，红药，你替我求求情啊！红药，主人，你看在我跟随你多年的份上，你饶了我吧，主人，我错了，主人。要不饶了他？现在来不及了，经此一番，若还让他在我身边，万一他找着机会，在我天天吃的薄荷叶上下毒，那我岂不是会死得很难看？水姬，你本来连个姓都没有，是我给你起名叫严君羡，可你不听话呀，还想杀我。回到岭南后，我会给你建一个讲究的衣冠冢，毕竟你也在县城里让我当了一回幕后的县尉，让我过足了瘾呢。哎，对了，这衣冠冢上我就给你写上盐水鸡，如何呀？盐水鸡不是道菜吗？可惜呀，它不争气，最终成为一道菜。主人，不要埋我，主人！红药，替我求求情啊，红药！
盯着我干什么？我不盯着你，盯着这个将死之人啊！你好像说你是幽州人。对，北地幽州。明郎去过吗？倒是去过一次，好多年了。红药，我好像听过这个名字。红花的红，芍药的药。不是，是血红的红，要命的药。你可真会开玩笑啊！你这眼神，我好像见过。19年前，那时我7岁。我与你无冤无仇，为何杀我？我是刺客，收钱杀人。卖凶之人必姓严。我只有那么一个仇家。当年我在高唐为官，那严贼是我的上司。那一年大河泛滥，恶殍遍野，严贼竟侵吞朝廷赈灾的钱物。我实在不忍灾民被饿死，才告了他。我只管收钱杀人，不问缘由。你不必浪费口舌了。你敢留下姓名吗？刺客不留名，但我的绰号，江湖上无人不晓。烽火燎城。江湖第一刺客。死后可做冤魂寻我，但我不怕，因为我连鬼都杀。大侠，我求求你别杀我爹！红药，别过来，快跑！不用跑，雇主没给我杀你的钱。你是红药，你是那个红药，幽州风雪之夜的红药。那时的我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女孩。你这天下第一刺客，果真没有记住我的名字。竟是仇家。那你费尽心机跟他在一起，嫁给孟不疑，这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靠近我，然后报仇。我不会武，只能如此。你为何要现在坦白？难道是想跟他一起死吗？死的人会是你。怎么样，我的骷髅肌厉害吧？我给了红药天底下最毒的毒药。我刚才看到那边有野薄荷，我去给你摘过来。
先办正事儿。你平时太多疑了，我给你洗的薄荷叶，你都要自己重新再冲洗一遍，不如此，我们怎么有机会杀了你？朋友，你可知我对你？不要，快救我！想毒死我？你们俩都得陪葬！狗东西，骑在老子头上那么多年，老子终于有机会埋了你了！侯阳，该如何感谢我呀？那日在我家，你若不是提前吐露心声，死的就不是张三，而是你了。侯阳，我们离开长安吧。我愿意随你回老家，幽州对吧？再苦再寒我都不怕。你不做官了？不做了，那本来也不是我的官。此话何意啊？你还记得我身边有个仆人叫明石吗？这些年，我一直做他的木偶、傀儡，无时无刻不被他控制。与其说是在做官，倒不如说是在受难。我生不如死。莫不亦不是在夜直吗？进去，快，进去。无所谓了，都过去了。我要回到长安，继续做我的太医城了。那浅飞的官袍一定会变成深飞，继而是紫衣。我水姬有朝一日一定能做到大唐的宰相，做不受任何人控制，不需要看任何人脸色的大官。在我们那个小小的县城，我就是个8品县尉，但冥冥中，命运的大门始终等着我。等我
我一点点开启它。那种感觉太美妙了。那我呢？当年为什么要嫁给孟不疑？我不嫁孟不疑，我如何等到你回来？你若不嫁，我此回长安，定能把你从平康坊赎出来，才子佳人，再续前缘多好。现在说这些有何用？我问你，此刻如何待我？只能说声对不起了，红阳。你得死在这儿，不然你早晚会把我的事情败露出去，那将影响我的仕途，影响我的前程，影响我光宗耀祖。你要杀我？我当然不会承认。这是明石的剑，不是天下第一刺客烽火燎城的剑。你下毒害了他，他一剑杀了你，你们俩同葬此穴，岂不正好？如此邪恶，与明石有何区别？我比他更能忍。我出身卑微，若不忍，哪有今天？红瑶，你以为我恭维了你，放弃我大好的前程？其实我对你不过就是逢场作戏。当年我要不假装与你缠绵，他早就能够看出我的野心。那我如何还能够活到今日？如何又能等到他出现，助我平步青云？我不甘心，我不要死！来不及了，一切都太迟了，我也舍不得。但是我要，没有办法。若是个习武之人，即便避不开，也会稍加躲闪，不至于射得这么准。怪我忘了他根本不会武。长安最好的暗探，非樱桃女侠莫属。我记住啊，要一直跟到最关键的时刻再现身。女家是，本与你是天涯同命人，只是现在换了身份，需拿你回雍州府见官。严君宪，怎么回事？禀卢参军，奉苏无名之命跟踪孟不疑。结果发现这个严君宪颇为可疑，继而跟踪严君宪，发现是仆人明石绑走了孟不疑之妻红药。明石在何处？在坑里被严君宪下毒，并以匕首刺杀，可挖出来带回去验尸。这个明石另有身份，便是号称天下第一刺客的烽火燎城。那这个严君宪穷凶极恶。埋了明石后，欲杀死红药灭口。我谨遵苏无名叮嘱，不到最关键时刻不得现身。可他要杀死一个手无寸铁的弱女子，我不得不出手。只可惜袖箭射得太准，没能留活口。不过我已到多时，通过严君宪与明石的对话，可判断这一主一仆，亦或说一仆一主，皆是恶人。特别是明石杀人如麻，罪恶滔天，而红药是无辜受害者。先将其押回雍州府审问后再做定论。是。
孟令史，哎呀，孟令史，我看见你家娘子了，在哪儿？被2个人压着，好像奔雍州府去了。我为父守灵3年，学琵琶3年，13岁行走江湖，打听烽火疗城的消息，后得知他归属于血帝，那是一个恶名昭著的刺客组织，就隐匿在长安城。于是我便来了。为了生计，我只能进平康坊。后来打听到，烽火疗城早已退出江湖，不再做刺客。我以为此生再无报仇的机会，直到……啊，跟你一起去，快去！当时我并不能确定他的身份，毕竟从刺客变成了一个仆人，所以我便开始千方百计地找机会。为了洞察明石的底细而接近严君宪，正是，明石这人向来谨慎，几个月下来，我都没有办法接近他。而严君宪嘴也很严，即便被灌醉了，也不会说出明石的原本身份。也许他根本就不知道，他的仆人，或者说他的主人，曾经是个刺客。后来，严君宪不辞而别，我绝望极了。想到再无机会替父报仇，便想了结了自己。父亲，女儿没能为您报仇，我也没脸活在这世上。不要！我想，也许就是神灵的启示。他们是同窗，我只要嫁给孟不疑，有朝一日，严君宪回到长安，我就还有机会。果然，7年，我终于等到他们回来。怎么不说了？继续陈述案情。没什么好说的。后面发生的，你们不都知道了？趁孟不疑夜值，你约严君宪来到家里，想要杀了他，继而引出明石。默认了。那孟不疑当是你的同伙，因为那条能杀人的一品子，就是他藏在柜子里的。我不知道什么一品子，孟不疑更不知我所做之事。前番所述，皆为洪耀一人谋划，所以张三也在你的谋划之中。是，都有仇，就一起杀了。洪耀认罪，大仇已报，虽死无憾。何人击鼓？薛县长，去探。是。孟不疑，为何击鼓？来抓我！我是杀人凶手。击鼓者孟不疑带到。孟不疑，不到12个时辰，你已3次击响雍州府登闻鼓，这次又是何缘故？我来自首。户部令史孟不疑杀恶霸张三，现前来自首。你杀了张三？对，我杀了张三。我最近常精神恍惚，
你也闹不清我是写志怪写的，还是因为我失眠多梦闹的。我怀疑这红药与那严君县私通。那天夜值，我眼皮子一直在跳，我越想越不对，于是便返回家中。虽捉奸未果，但我却发现了一对男靴就藏于我家床榻之下。我当时碍于面子，便未当面揭穿。我抱着纸卷离家之后，越想越气，于是我便又返回家中。令我没想到的是，奸夫竟是卖羊汤的张三。我一怒之下抓起了剪子。我身为进士，又供职于户部，却因怨生恨杀了人，当罪加一等。可是有人看到是红药持剪刀行凶。谁啊？可是那个白发小贼阿将，号称寄居郎的龌龊之徒。哎呀，他的话要是都能当呈堂证供，那便是我雍州府的耻辱，我大唐的耻辱。刘令峰，你频频探破诡案，名声倒是大，怎么的？我今天来自首，你不会是怕我抢了你的风头？我已认罪，愿伏法，当从速结案。哎呀，孟令史认罪，这是好事啊，但证据需确凿，所有的细节需严丝合缝，没有这样，卢参军才好结案嘛。要什么证据啊？作案凶器，那把剪刀现在何处？我丢了。丢哪儿了？曲江之中。曲江那么大，你是在哪儿丢的？用了多大劲儿？扔了多远啊？黑灯瞎火的，谁记得住啊？在太医署药园，一棵很高的天麻下，我亲手埋的。红药。郎君，你对我恩重如山，此生无以为报，就别再替我顶罪了，好吗？我求你了。娘子，张三曾奸杀青青，她是我阁楼的姐妹，亦是我亲眼所见。那是在多年前的平康坊，凶器就是一把剪子。事后也有人报官，却因证据不足，让那恶霸逍遥法外。你既然亲眼所见，为何不指证他？我不敢。我观你今日不像怕死之人啊。我不怕死，我怕的是若遭报复，便再无机会为父亲报仇。可这些年过去了，我始终觉得我对不住青青，想到还有一个办法可以杀死张三，就是雇佣刺客。可是我需要钱，我便向孟不疑要，他始终不肯给我。郎君，我知你自有家贫，又是小吏，月俸少得可怜。我没与你说明缘由，你不给我银子，我亦不怪你。后来我发现，锦绣绸庄老板钱正每日都来小广场看我弹琵琶，男人的眼神，我还是看得懂。有人！对不住。是我对不住。娘子避雨啊？那我们一同避雨如何？钱老板，衣裳都湿了，
就别再穿上了，别着凉。娘子，你的衣裳也湿了，不如我生堆火，一同烤干。我向钱正抱怨嫁给孟不疑的委屈，并暗示会与他相好，便顺利地借到了雇佣刺客的银子。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情，请孟令史休了我吧。你心善，勤俭持家，应得良人，子孙满堂。你胡说什么？是我杀了张三，与那钱正毫无关系。他孟不疑还不给红药钱花，娘子生得如此美丽，不应该有最好的首饰和衣裳和他相配吗？那日我约严君仙，想套出明氏真实的身份，谁知这张三突然来敲门，逼着我要银子。我想定是我雇佣的杀手无能，露了马脚。我确实还有银子，本想妥协保命之际，孟不疑回来了，我就让张三藏在了柜中。我支走孟不疑后，便送严君羡先走。返家之时，发现张三躺在了地上。我想，这不正是机会吗？我与青青姐妹情深，昔日出入平康坊时，她最是照顾我，便以彼之道，还施彼身，用张三杀害青青的手段。杀人者红药，与孟不疑无关。你仿佛交代了，却又刻意隐瞒了一些。我问你，一品子藏在柜中，你可知？有蛇？不知。若有，定是他自己爬来的。我家离曲江很近。一品子可不是普通的蛇，且孟不疑也已交代了，欲利用蛇行凶的企图。看来你夫妇二人，并没有机会串供啊。好了，我来还原一下。7年前，孟令史救了欲轻生的红药，后二人结为连理。按孟令史说，前2年甚是和睦，后渐生冷漠，时有争吵，故红药常去广场弹琵琶，乃见张三开了店，卖起了羊汤。想到姐妹之死，欲请刺客代为报仇，可孟令史吝啬钱财不与，红药便与那钱正短暂相好。后来便有了钱正请宅门探子老猫，请到了孟令史头上的去世。你那相好的叫什么名字？红药。我想，此事过后，你二人就开诚布公了吧？你为什么要这样？只是因为我没带你去游过长安城，还是因为我给的钱不够家用？你若是想要锦衣玉食，那你为何要嫁我？红药并非不甘清贫，只是怕日后再无机会替青青报仇。我推测，红药已将自己的身世遭遇以及明时就是刺客烽火疗城的事全盘托出。在红药的推断中，
严君宪亦是仇人，因为他父亲曾经说过：“买凶之人必姓严。”可孟令史的态度，我推断为娘子之父便是我孟不疑的丈人，血海深仇当报，但你何必搭上自己的性命？我虽下了舍命的决心，却也没有想好该如何付出。郎君说的如此轻巧，是在嘲笑我吗？不，娘子勿恼。且听我慢慢说来。孟令史的计划是将严君宪引到自己家，以一品子杀之，然后再藏匿其尸体。那明时必定来寻，届时你二位只需躲起来，一品子就会替你们报仇。我猜的没错吧？这计划甚是周密，只可惜洪耀雇的那个刺客，银挺，你他娘的真当刺客了？我哪有那个胆儿啊，三爷！钱哪儿来的？说，不说我宰了你！阿将的银子引来张三敲门，而洪耀以为是孟不疑。在你们原先的计划中，是要把严君宪送入柜子中，可巧严君宪吐露心声，说出了自己的身世。他只是个傀儡木偶，本名水姬，并不姓严。故而，你生起了怜悯之心，将严君宪藏在床榻之下。令你没想到的是，来人并非孟不疑，而是张三。怎么是你？要是不说出你家银子在哪儿，我就掐死你！孟不疑之所以回来晚了，是因为老书吏一直缠着他，给他讲蛇妖的故事，这令节俭半生的你花费不少。毕竟一坛老酒也是要些钱的。之后，我的推断是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啊？你不是叶直的吗？你看什么？你是回来捉奸的吗？哎，不是，我问你，我问你，你告诉我说你在户部做官，但是令史只是一个小打杂的，且光是在户部就有5、60个，职位卑下且不入品阶。你到底还要骗我到什么时候？谁骗你了？令史虽小，但职责颇重，那也是9品。得了吧，留外品阶跟留内正官能一样吗？你居于令史位上7年，你但凡以我为念，就不会天天去写那些志怪而不思进取。休了我吧！你说什么？休了我！我休了你，好让你跟严君宪破镜重圆，没门儿！
我说的没错吧？若你二人稍漏破绽，那张三就会从柜子里出来，大开杀戒，而那严君宪则会趁机逃走，从此洪耀报仇无望。张三所经历的，昨日我也经历了一回，幸亏有费老神医在，不然无命休矣。阎王，快出来！血！快走！这位上官如何称呼？苏某非官，狄公弟子，苏明是也。狄公，当年我父亲被姓严的贪官诬陷，亦是狄公拨乱反正，才让他走出大牢。如此说来，是故人之后。苏先生的推断不失精准，洪耀敬佩不已。罗参军来青龙坊里案时，我就见过，110方都在传你的美名。长安有2位的守护，是百姓之福。洪耀认罪，心服口服。洪耀，郎君无罪。那蛇养在家中已久，并非刻意而为。你要好好活着，若有来生，叛军还能娶我为妻。若有来生，我孟不疑愿与娘子两小无猜，朝朝暮暮。这哪里是在公堂之上，这分明是在看戏听书啊！我老费鼻子都酸了。我的嵩山店还没开张呢，被老板做买卖去了。我又请了多位仵作联手在此验尸，我们共同推断，张三死于窒息，也就是说，他是先被蛇勒死的，故洪耀以剪刀刺死张三，罪行不成立。多谢苏先生大恩，救我娘子性命。但即便张三已死，以利器刺尸体亦有罪。我知道，当如何判罚？新帝登基未久，正严整风化，毁尸者至少徒3年或穷刑。我家娘子容颜美貌，她生性喜好热闹，若容颜被毁，你说她日后
怎么去给人们弹琵琶伴奏呢？我这人吧，生来无趣，不会哄娘子开心。若再不能出门散心，你让她此生如何能得到快乐？故我想请裴小姐给她代话，我愿等她3年，请她切莫选择情形。孟不疑，拜托了。红药做主，此事不能听夫君的，请尽快对我实施情形，越快越好。人生苦短，若能早日夫妻团聚，这情形的疤算得了什么？红药，红药，二位恩人莫再劝。如今大仇已报，我也对不起孟老，怎忍心再让他等我3年？我意已决，请裴小姐代为向卢参军禀告。红药感激不尽。娘子，请看，这就是我们的新家。苏远，为何叫这名字？娘子的乳名叫阿苏，对吧？我从未同你说过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我打听到，户部员外郎邱仙曾与丈人是同僚，便前去拜访。邱老盛赞丈人，还说你是丈人老来所得，而且在你出生之时，他去喝过喜酒，故知你的乳名。你虽不是正官，但也是堂堂进士，这么多年攒了些钱，好不容易置办了新宅，应叫孟宅才对，不应该用我的名字。哪有你的我的，只有我们的。苏远，我喜欢这个名字，而且我也想不出比这更好的了。别，娘子，被别人看见了。你是嫌我额上疤很丑，怕别人笑话吗？那不是。那你怕什么？不怕。这么大的宅子，这一定很贵吧？你这些年攒了多少钱？也不都是攒的，也有最近赚的。仅那一条一品紫，娘子可知，我就卖了6万钱。真的？还有，我把我们的故事都写进了志怪，那书铺里都抢疯了。是吗？当然了。我想告诉你，我不当官了。当官有什么好？像延均县那样当官当的良心都当坏了。我就做小吏，做小吏不错，可以写志怪，还可以捕蛇，这些都是外快。至于宅门秘室的探子，我不干了，给多少钱我都不干了。这是你要刺花，为我遮盖这疤？娘子有所不知，昔日上官婉儿受情刑，后赐梅花与额头，更美过于从前。红药之容颜，不输上官昭容。我虽刺花手艺不精，但我一定会用心雕琢。娘子，可信得过我？信，我当然信。小郡中，满柴换残绿丝丛，旭日上，胭脂家，一朵红素这个孟不疑搬新家，还请咱喝酒，此人可交也。是啊，只是那娘子刚受了情刑，那额头，你说咱看是不看呢？多少有些尴尬。哎呀，苏远，就是这儿了。孟令史可在否？卢凌风、苏明等前来道喜。在。
瑶，你好美啊！这朵牡丹何人所赐？丹青之精妙，远胜于我，是郎君所赐，他特意为我学的。不愧是孟不疑啊！孟令史啊，孟令史，你再一次让我们出乎意料。哎呀呀呀，妙啊！孟不疑携爱妻红药，拜谢各位恩人。